传闻村里有落花洞女，她们身上散发着香味，哭泣时能引来百花掉落。被山神选中后，会在7天内死去，并穿上嫁衣送进山洞里。而这次被选中的新娘，是我的好朋友乔墨鱼。妖怪，看见哪里跑！山里的风景十分秀丽，狭窄的山路两边长满了不知名的植物和艳丽的花朵。但是这么好看的景色，我却无心欣赏，因为我的徒弟宋菲菲正奋力挥舞着手中的木棍，对着空气劈砍刺打。朋友乔墨鱼也是神情凝重，他站在一边，双手抱胸，眉头紧紧皱在一起。菲菲是何时中蛊的？这才是我最为担心的地方。我叫陆灵珠，是正宗内毛弟子。茅山在传承之初便分成了2大派系，外门出世，广开道场，慢收弟子，成为了有名的道教圣地。而内门则是隐于深山，代代相传。外门主要是做一些水陆道场、画符、看相算命之类的，内门则负责降妖除魔、抓鬼驱邪。自4岁就开始学习画符抓鬼的我，居然看不出宋菲菲是什么时候中的蛊。虽然术业有专攻，蛊族一代也有着自己的不传之秘，但是最基础的蛊术我还是十分了解的。可是我们一路走来都十分小心，身上也佩戴了驱除蛊虫的药。宋菲菲到底是怎么中的蛊？这是颠蛊，中蛊者形同疯子，笑骂无常，一刻不停，直到把自己活活累死为止。乔墨雨在一边认真地和他朋友江浩言科普，听得江浩言连连点头。乔墨雨，你懂得可真多。可是我们不懂蛊术的普通人，要怎么辨别一个人是中蛊还是真的发疯？乔墨雨从包里拿出一个煮熟的鸡蛋，剥干净以后递给江浩言，用鸡蛋在宋菲菲脸上滚一圈，如果她中蛊了，蛋白会变成黑色。我抽了抽嘴角，有些无语地看着乔墨雨。宋菲菲都中蛊了，她还在这给江浩言搞科普呢。我们这次来这山神老林寻找黑蛊族，就是因为乔墨雨。乔墨雨是当代唯一的地师传人，也是我朋友。地师，古代一开始泛指风水先生，后来就特指能观星的风水大师。俗语有云：1等地师观星斗，2等风水师巡水口，3等先生满地走。现在行走世间的大多都是普通的风水先生，能观星望气的钦天监传人只剩下了乔墨雨家的封门。他为了寻找蛊王，动用了各种阴谋诡计，才将我诓骗来这里。而我之所以甘愿受骗，是因为有一个十分危险的地方，我也需要乔墨雨陪同前往。鸡蛋会在1分钟内变黑，你要看仔细了。乔墨雨擦了擦汗，放开宋菲菲，带着江浩言躲到了一边。宋菲菲将棍子一扔，已经开始对着空气在打降龙18掌了。山上天气很凉，她穿着一件单薄的长袖，额头上却冒着一层细密的汗珠，脸色也红得不正常，像喝醉了酒一般。这1分钟好像有点漫长。江浩言举着鸡蛋，欲言又止地看着乔墨雨。乔墨雨脸色大变，灵珠，快来！我望着江浩言手中这枚洁白如玉的鸡蛋，心中咯噔一声，这蛊毒竟然霸道至此，连鸡蛋都验不出来。乔墨雨，快点扎他呀！我用力抱住拼死挣扎的宋菲菲，乔墨雨则是拿出一根银针扎进她的食指，抓着她的手指挤出一大滴血。过了片刻，他脸色难看地摇了摇头，血没有浮起来，还是验不出来。中蛊者的血液不能溶于水，会像油脂一样浮在水面上。可是宋菲菲的血一半消散在水中，一半沉入了水底，看起来和普通人一样。我和乔墨雨两人蹲在地上，眉头紧锁。他轻轻地晃动着碗中的血水。黑蛊族向来十分邪性，其他蛊族都是女子习蛊，而黑蛊一族只有男人才能学习蛊术。我只知道他们十分厉害，没想到厉害至此。我抬头看了眼正在打8段锦的宋菲菲，心中有些焦灼。她体力消耗已经太多了，我得打晕她。灵珠，你说宋菲菲有没有可能？江浩言走过来，刚想和我说话，我已经跳起来，一掌劈在宋菲菲后脖梗上。她软绵绵地倒在路上，我将她抱起，放在一处柔软的草坪上，才转头看向江浩言，有没有可能什么？江浩言目瞪口呆地看着我，半晌才挠了挠头，眼一闭心一横说道：他有没有可能是吃菌子中毒了？刚才吃饭时那1盘菌子都是你们3人抢光的，你们俩体质好没事，宋菲菲她身体没你们好。我查过那菌子，如果没炒熟吃了，确实会中毒。江浩言噼里啪啦一口气说完以后，局促不安地看着我们。我和乔墨雨对视一眼，片刻后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浓浓的杀意。我跳起身，将宋菲菲甩到背上，就朝山下飞奔而去。乔墨雨，灭口！乔墨雨站起身，对着江浩言叹了口气：江浩言，你知道的太多了，你别怪我，我也是为了封门和茅山的声誉。哎呀，疼疼疼！乔墨雨，你来真的呀！江浩言狼狈的一边躲一边喊，乔墨雨则是拎着根棍子在他后面紧追不舍。妈的，你不会早点说！我背着宋菲菲在崎岖的山路上狂奔，听到乔墨雨和江浩言的打闹声，心里有些想哭。呜呜，实在是太丢脸了！菲菲，你醒啦！宋菲菲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看着身上雪白的床单，有一瞬间的迷糊。我怎么在医院？乔墨雨巴拉开江浩言，抢先一步说道：你菌子中毒了，医生给你洗了胃，挂了点滴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我扶着宋菲菲坐起身，并给她端上一杯温水。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
我和乔墨雨的关心让宋菲菲十分感动，她摇了摇头，我挺好的，就是脖子和手指有点疼。噗嗤，江浩言没忍住，但是还没笑出声，就被乔墨雨拎着脖子关到了门外。我板着脸站起身，没事了就赶紧出发吧，已经耽搁1天了。这次的路上没闹什么幺蛾子，我们连着走了3天山路，终于来到了一处小山村前。这村里的屋子都是吊脚楼，村门口有一座木头牌坊，牌坊上雕刻各种毒虫，栩栩如生，尤其是那一条黑背蜈蚣，仿佛要活过来一般。看着这牌坊，乔墨雨脸上一喜，到了。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咬着手指从牌坊后走出来，他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看着我们，你们是谁？这小男孩也就5、6岁左右，皮肤虽然有点黑，但是浓眉大眼，长得十分可爱。他的头发也很好玩，前额处扎着一根冲天辫，辫子上还系了条红绳子。宋菲菲蹲下身摸了摸他的小辫子，从怀里掏出一块巧克力，小弟弟，你真可爱，姐姐请你吃巧克力。小男孩仰起脸，呆呆地看着宋菲菲，不一会，哇的一下哭了出来。他一边哭一边朝村里跑去，嗓音中竟然带着几分凄厉，我的天菩萨被女人摸了，我活不成了。我们4人面面相觑，随即都用责备的眼神看向宋菲菲。宋菲菲有些委屈，我就是看她可爱嘛。村里很快就冲出来一帮男人，领头的年轻男人看着也就18、19岁的模样，身材高大，五官英俊，和刚才的小男孩长得有7分相似。山上气温很低，他却只穿了一件短袖，露出结实的小麦色胳膊，上面的肌肉像山峰般高高隆起。阿弟，就是这个女人摸了你的天菩萨。小男孩含着泪点点头，阿哥，我是不是马上要死了？我猛然想起彝族的禁忌，彝族男子头顶上一块方形头发编成的小辫称为天菩萨。彝族人把天菩萨视为男子汉灵魂的藏身之地，是神圣不可侵犯和亵渎的，绝对不准任何人触摸。犯忌者要宰生，打酒谢罪赔礼。解放前等级低下的犯忌者还有被断臂、处死的危险。如果被女人抓摸了天菩萨，此男子将终身不及，事后天菩萨必须剃尽。可他们不是黑骨族吗？年轻男人凶神恶煞地盯着宋菲菲，按照规矩，你需要把你的手赔给我阿弟。宋菲菲举起右手，吃惊地看着他，什么意思？摸一下头发要砍断我一只手？男人点点头，十分不耐烦地说道，将那手烧成灰抹在我阿弟头顶，才能重新让天菩萨恢复圣洁。别废话了，来人，砍掉他的手。等一下，我挡在宋菲菲前，伸出手臂，认真地看着眼前的年轻男子，其实他是个男人。按照规矩，是不是我们赔钱就行了？黎树，他这是把我们当傻子骗呢。原来这领头的男人叫黎树，听到同伴的话，他冷哼一声，行，你说他是男人，那你证明一下。宋菲菲翻了个白眼巴拉开我，昂首挺胸，对上黎树要吃人的眼神，老娘行不改姓，摸你弟弟头顶确实是我不对，我愿意赔钱，砍手是绝对不可能的。黎树居高临下的看着宋菲菲，嘴角露出一抹残忍的笑，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16、17岁的男孩气喘吁吁地从远处跑来，黎树，大祭司叫你带这些外乡人去找他。黎树听到这话，惊讶地挑了挑眉，随即对身边的人使了个眼色，带上他们走。立刻有人拿着刀柄推搡我，我侧身躲开，瞪了黎树一眼，别动手动脚的，我们自己走。刚走没2步，黎树皱着眉头喊住了我们，慢着。他伸出手中的长刀，指了指江浩言，你走最前面。女人怎么能走男人前面呢？你们3个全部退后，让他先走。唰，我和宋菲菲、乔墨雨3人立马扭头看向江浩言，他尴尬地看了我们一眼，马上低下头装死。宋菲菲和乔墨雨已经快气炸了，但是我们寻找古王的线索就在这黑骨族身上，只能忍气吞声。江浩言缩着脖子走在最前面，我们刚要跟上去，黎树又拦住了我们。他将刀横在我胸前，满眼都是鄙夷，真没见过这么不懂规矩的女人。女人只能走道路的最侧边，中间的路是男人走的。咯吱咯吱咯吱，乔墨雨和宋菲菲2人将牙齿咬得滋滋作响，江浩言更是快哭了。兄弟，让我走边上吧，我就喜欢走边上，求你了。对于江浩言的懦弱，黎树十分恨铁不成钢。路上，他不停地对着江浩言絮叨，说女人天生卑贱，身上带着晦气，只有压制住他们，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气运。他还说像江浩言这样的软骨头，在他们村是要被人看不起的。我忍得头顶冒烟，乔墨雨和宋菲菲也是一副快气昏过去的模样。走到一半时，村里人看到我们几个，脸色大变。其中一位满头白发的瘦弱老人更是朝着黎树呵斥：“黎树，我们在打井，你怎么敢带着女人从这里路过？快停下！”黎树懊悔的连连后退，他弯腰对老者鞠了一躬，语气满含歉意：“阿叔，是我昏头了，我这就带他们走别的路。”江浩言好奇地看着那老者，随口问了一句：“打井时不能有女人路过吗？”村里人听到这话都有些诧异，那老头更是不满地瞪了他一眼：“女人没气，如果被他们撞见打井，井就不会出水了。你这外乡人连这点道理都不懂。”轰！一根弦在我脑中轰然断裂，我忍无可忍地跳起身，对着老头的头顶就一巴掌：“没气你大爷！”
乔墨雨也是一脚将旁边的人踢翻在地，扭头对着宋菲菲大喝一声：“宋菲菲，今儿个咱们就把全村人的天菩萨都给拍了。”江浩言脸色惨白地站在一边，懊悔地直抽自己嘴巴子：“叫你多嘴，叫你多嘴！”那老者被我拍完脑袋，如遭雷击般呆立当场，其他人也都被这一变故惊住了，半天没人反应过来。趁着这个机会，我手起掌落，脚迈天罡步，游龙般飘走在人群当中。啪啪啪啪啪！乔墨雨和宋菲菲两人也不遑多让，尤其是乔墨雨，这家伙刚才憋了一肚子气，这下爆发，顿时犹如脱缰的野狗。你才晦气，你才卑贱，你才地下！宋菲菲一边打一边喊，拍一个人骂一句，激动的脸色酡红，症状和之前菌子中毒有7分相似。姑奶奶们，求求你们收了神通吧！江浩言站在一旁试图阻拦，被我推的一个趔趄以后，双手合掌高举过头顶，拼命作揖。这黑骨族的人看着人高马大的，但是好像脑子都不太好。被我们打到的人都像被点中穴道般一动不动，打起来简直毫不费力。啪！最后一击，我是踩在一块石头上跳起来打的。梨树这家伙个子太高了，我估计得有1.9米多。拍完一圈人，我满意的收了手，感觉神清气爽。都说女人不能生气，退一步乳腺增生，忍一时卵巢囊肿，真是承不起我呀。梨树被我拍完，也像其他人一样呆立当场。他怔怔地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头顶，然后两眼发直地盯着自己蒲扇般的大手。过了半晌，梨树猛然举起手中的弯刀，扑通一声双膝跪地，嗓音凄厉而绝望：“奇耻大辱，以血洗之！不好，他们要动真格了！”我和乔墨雨对视一眼，两人瞬间背靠背做好了防御姿势，同时将宋菲菲和江浩言围在了中间。这些弯刀刀身极薄，刀尖处散发着幽幽寒光，一看就是开了刃的。之前确实是我们冲动了，而现在马上就要面对一场恶战了。啊！梨树大喊一声，高举弯刀，然后对准自己的脖子用力割了下去。不对呀！梨树动作太快了，我来不及思考，只能扑过去撞飞他的刀子，然后将他死死抱在怀里，刀下留人啊！宋菲菲和乔墨雨站在一边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梨树开了一个头以后，身边此起彼伏响起了一片嘹亮的男声：“奇耻大辱，以血洗之！”我操，有病啊！这黑骨族怎么回事？不但像彝族，还像小日子族。为什么一言不合就抹脖子啊？之前拍的有多开心，现在就有多后悔。身边围着的起码有20多号黑骨族人，就算我变成哪吒也就不过来。关键时刻，乔墨雨从兜里掏出个铜铃，他重重的一摇铜铃，语气又急又厉：“天罗地网，困魄摄魂。”射！当我感觉灵魂为之一拧，大脑也有片刻的空白。连我都这样，其他人更是像喝醉了一般摇摇晃晃，手中的刀自然也握不住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赶紧趁着这机会把所有人手中的刀夺过来扔到一边。过了半晌，梨树等人才逐渐清醒过来。他跪在地上，茫然地握了握自己空空如也的手掌，仰起脸怔怔地看着我。我讪讪地对着他笑了笑：“那啥，刚才的事情是我对不起你们，真的，我给你们道歉。”梨树脸色青红交加，像红绿灯般闪了一会以后，他猛然跃起，朝着一旁的木桥就冲了过去。这村子地势很高，村子中间有一座吊桥，下面是湍急的河流和嶙峋的巨石。梨树要是一个猛子磕下去，必死无疑。我跳起来扑过去，死死抱住他的腰，这家伙壮得像一头牛，差点就没抱住。好，都是我的错。大哥，我们有事好商量。入道门以来，走南闯北这么多年，我何曾这般低三下四过？乔墨雨和宋菲菲也苦着脸上前，一人一边抱住了梨树的胳膊，江浩言更是直接跪在地上抱住了梨树的双腿。错了，我们错了。大哥、大爷、祖宗，求你别跳了，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呀！刚才拍的有多牛逼，现在求得就有多卑微。梨树拼命挣扎，我们奋力抱紧。啊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梨树一人和我们4人展开了拔河比赛，看傻了的其他人这时终于反应过来，原先跟在梨树身边的那个黑脸少年也大叫一声，朝着桥边冲去。我都快哭了，只能放开梨树将少年扑倒在地。我死死压着少年，朝乔墨雨大声喊道：“别愣着了，拿摄魂铃啊！”乔墨雨脸色涨得通红，梨树这家伙也不知道吃什么长大的，力大如牛。我走以后，拖住梨树的压力都给到他身上了。宋菲菲和江浩言毕竟只是普通人，力气有限。他咬紧牙齿拖着梨树，因为太过用力，额头上青筋暴起。我也想拿，腾不出手啊！就在我眼睁睁看着又有人想要跳河时，一道苍老低沉的声音从身后响起：“全都停手！”梨树听到这话，瞬间停止了挣扎。他委屈巴巴地看着老者，眼眶通红：“大祭司，是我没用，让族人蒙受如此羞辱。”原来这老人就是大祭司。我松开地上的少年，仔细打量着他，身材瘦小，皮肤偏黑，满脸皱纹，看起来平平无奇，只是一双眼睛深如幽潭，让人不敢直视。把这3人先关到黑牢去吧，我自有用处。
我们几人对视一眼，乖乖跟着大祭司走了，根本就不敢反抗。这黑谷族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，奇耻大辱，以血洗之。谁能想到这血不是敌人的，是自己的呀？所谓的黑牢就盖在村子里的最北侧。这栋木屋和村里其他吊脚楼不同，居然是黑色的。四四方方的木屋没有开窗，只有一扇十分狭窄的门。我们几人被推着进了木屋，才发现这房间中央居然挖了一个大坑，坑内密密麻麻爬着许多蛇虫鼠蚁，中间花花绿绿的蛇几乎缠成了一个大号的球。这些毒虫拥挤在一起爬来爬去，却又互不侵犯。屋子中间是毒虫坑，边上一圈连个护栏都没有，只能容纳一人站立，撑死了也就半米宽。木屋的四个角上各钉了一块板，上头燃着4根白色蜡烛。昏暗的烛火下，虫坑里的蛊虫们背上折射出幽幽的蓝光，一看就含有剧毒。难怪叫黑牢呢，真是好歹毒的地方。人要是累了，一旦睡过去，晚上稍微不小心翻个身，就能掉进坑里。大祭司目光森然地看了我们一眼，3天后用他们祭祀古王。门被锁上了，我坐在围栏上，双腿悬挂在坑洞的上方，一晃一晃。乔墨鱼也挨着我坐下，他用手敲了敲墙壁，眼神中满是惊叹：“这是黑阴木吧？我的天，这得用多少黑阴木啊！”黑阴木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木材，它只在乱葬岗和坟堆处生长。因为常年累月吸收死人的阴气，木头内层逐渐变成了黑色。黑阴木的生长速度十分缓慢，10年才能长1寸。年份越久的黑阴木颜色越深，而上好的黑阴木一直是蛊族用来保存蛊虫的最佳容器。蛊虫养在黑阴木内，不但能增加蛊虫的毒性，还能让它们身体健康，保持活力。乔墨雨两眼放光地敲着墙，看样子恨不得砍下一块揣兜里。行了，擦擦你的口水。大祭司刚才说要拿我们祭祀蛊王，那个蛊王是不是就是你要找的？我有些嫌弃地朝边上躲了躲，生怕他哈喇子流我身上。乔墨雨挠了挠头，不对呀，那蛊王听说藏在离黑谷村7座山外的虫山上，而且已经沉睡1000年，不应该在这出现啊。什么东西？我吃惊的嗓子都喊劈了，7座山还沉睡1000年？乔墨雨，你给老子把话说清楚。乔墨雨心虚的一缩脖子，拼命朝江浩言使眼色。江浩言马上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大把牛肉干和巧克力，都饿了吧？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。我骂骂咧咧的从他手里夺过牛肉干，一边嚼一边狠狠瞪着乔墨雨。这狗日的还说只是来黑蛊族取村里一只蛊虫，拿完就拍拍屁股能走。沉睡1000年的蛊王，就凭我们几人，给他塞牙缝都不够吧？哎呀，灵珠，来都来了，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，行不行？乔墨雨好说歹说劝了半晌，我才装作一副勉强同意的样子。嘿嘿，还想着怎么诓乔墨雨跟我去樱花国呢，这不瞌睡来了，有人递枕头。小小的一间黑牢，自然是困不住我们的。吃完东西休息了一会，我透过门缝朝外看去，发现天已经黑透了。临兵斗者皆列阵前行，给我破！咔嚓，门锁响起清脆的断裂声。我和乔墨雨两人借着夜色摸进了村子里，宋菲菲和江浩言则是留在黑牢里帮我们打掩护。深夜的山村特别寂静，也许是因为村里养了蛊虫的关系，连虫鸣鸟叫声都听不见。整个村子静得有些吓人，多数屋子没有开灯，黑黝黝地立在那儿，几乎和夜色融为一体。我和乔墨雨在村里绕了一圈，将地形熟悉的七七八八以后，溜进了村里最亮的屋子。我不信，为什么是阿香？我不同意。我和乔墨雨对视一眼，迅速蹲下身朝屋内看去。梨树身边站着那个熟悉的黑脸少年，他听到这话，满眼希冀地看向梨树。树哥，我爹娘从我7岁起就没了，是我姐姐一个人当爹又当妈的，把我拉扯大，我就这么一个亲人了，我不能看着他去死啊！梨树安慰地拍了拍少年的肩膀，继续转头对着屋里的中年人发脾气：阿爹，李瓦可就这么一个姐姐，为什么选她当落花洞女？原来这少年叫李瓦，只见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用力磕了几个头，他磕得十分用力，额头很快就红肿了一片。族长，求你了，这梨树是族长之子啊，怪不得这么嚣张呢。族长不为所动，静静地坐在那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李瓦，你求我也没有用，落花洞女是山神选的，不是我选的。阿爹，族长。黝黑壮实，长着一张国字脸的中年男人叹了口气，坐起身。这都是梨香的命，能嫁给山神是他的福气。行了，我累了，退下吧。李瓦都快急哭了，他捏紧拳头，红着眼眶，还欲再说什么，却被梨树拉走了。他对着李瓦使了个眼色，两人举着火把一路前行，竟然来到了黑牢门口。那锁只是虚掩着，梨树轻轻一碰就能掉落。我暗自焦急，乔墨雨也拿出了摄魂铃，随时打算给他们一下子，好让我们趁机溜进黑牢里。李瓦，这事情是我对不起你。梨树他们没有进黑牢里，而是背对着木门坐在了台阶上。梨树叹了口气，将脑袋埋在膝盖里，声音有些沉闷。上个礼拜，我听见大祭司和阿爹说话了。大祭司和阿爹在商量哪个女孩子合适。梨花有兄弟4人，家境殷实。梨俏他爹是村里的2把手，
只有离乡，无父无母，最为合适。我当时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，可是第二天大祭司就说离乡被山神选中，成了落花洞女。听到这话，李瓦一拳重重地砸在护栏上，我就知道落花洞女根本就是大祭司选的，不是山神选的。去年黎宁他爹公然在族人会议上顶撞了大祭司，结果当年的落花洞女就成了黎宁。他犹如困兽一般，原地转了2个圈以后，颓然地坐在地上，狠狠抽了自己一耳光。我阿姐今天晚上已经开始不吃不喝了，而且她身上还散发着奇异的花香。如果落花洞女是大祭司选的，她肯定对我阿姐做了什么。这黑古族的风俗实在是神奇，像是多个少数民族的大融合。在他们这儿，村里每年都会产生一个落花洞女。传说落花洞女是由山神亲自挑选的，被选中的女孩身上会散发着摄人心魄的花香。而且成为落花洞女以后，女孩会不吃不喝不睡觉，每天只坐在镜子前梳头，如同木偶人。她们会在7天内死去，死的时候脸上带着微笑，身上还会开出一朵又一朵绚丽的花朵。女孩的家人需要替她们穿好嫁衣，最后由女孩的父亲背着女孩，亲自将她送进山神指定的山洞中。黎树和黎娃2个臭皮匠在门口商量了半天，也没商量出什么对策。我和乔墨雨等得都快睡着了，黎树才站起身，拍了拍黎娃的肩膀：“阿娃，你放心，你的阿姐就是我的阿姐，我不会看着黎香就这么死的。”黎树2人终于离开了，我和乔墨雨跟在黎娃身后进了他家。黎娃家明显比黎树家简陋很多，屋内一共就1张桌子，2把木椅。桌子上放着一面镜子，镜子前坐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女孩，瓜子脸，眼睛又大又圆，小麦色的皮肤也掩盖不住她艳丽的五官。只见她拿着把木梳，一下又一下缓慢地梳着头发，眼神空洞，动作机械，全身僵硬的好像一个机器人。我惊讶地看着她，半晌才回过神来，对乔墨雨眨了眨眼睛。这落花洞女居然是失魂之人。人有3魂7魄，离乡的7魄还在，3魂却是消失了。3魂掌管人的精神，7魄掌管人的肉体。3魂一丢，自然如同行尸走肉，无知无觉。李瓦伤心欲绝地看着自己的姐姐，还伸出手摸了摸黎香的脸：“阿姐，你和我说句话呀。”黎香丝毫不受他的动作影响，依然自顾自地梳着头。李瓦再也忍不住，蹲在一边捧着脸呜咽痛哭，犹如一条受伤的小狗，看着怪可怜的。乔墨雨轻轻扯了下我的衣袖，我们2人蹑手蹑脚地溜回了黑牢。怎么样了？什么情况？真有落花洞女吗？快点说说。我和乔墨雨刚推开门，江浩言和宋菲菲2人就嗖的一声窜了过来，尤其是宋菲菲，2眼放光，脸上写满了求知欲。这人可真八卦。我嫌弃地翻了个白眼后，才将刚才看到的事情告诉他。天哪！什么？哎呀！宋菲菲一边听一边感慨，一个人营造出了一个村子的热闹。乔墨雨低着头在一边傻笑，笑了一会才抿了抿嘴，努力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。我知道落花洞女身上为什么有香味了。我震惊地看着她，这是连我都没看透，她居然知道。嗨嗨，我清了清嗓子，离乡的事情有点复杂，就让乔墨雨和你们说吧。乔墨雨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，这才扭头对着宋菲菲和江浩言说道：“离乡先是被人摄了3魂，然后中了蛊。”我默默地朝他挪了一步，竖起耳朵仔细听。那蛊十分罕见，叫百花蛊。百花蛊是蛊毒中十分稀有的一种，它不同于别的蛊。其他蛊是为了杀人，而百花蛊是为了把人变成一味药。挑选100只毒虫，用100种剧毒的花喂养，等养满9981天，再将这些毒虫放到一个屋子里，让它们互相厮杀，最后活下来的毒虫就是百花蛊。百花蛊之阴下在未嫁人的女孩身上，效果最好。中了百花蛊的人，毒虫会在7天之内吸光她全身的血，并在她腹中产卵。等卵成熟以后，她的身体上便会开出绚烂的花朵，整个人也成为了蛊卵巢穴。而这种蛊卵巢穴是所有蛊虫的大补之物。吃了百花蛊卵的蛊虫，修为大进，不但毒性更为猛烈，还能替蛊主带来异常强健的体魄。简单点来说，就是更高、更快、更强。黑蛊族人人养蛊，难怪他们村的人大多数都长得异常高大，就连那些老头走路也是2腿生风，跟踩了风火轮一样。一边鄙视女人，一边用女人的血肉来强大自己，这黑蛊族可真够恶心的。呸！下贱！乔墨雨对着我招了招手，我有一个主意。呸！你更下贱！乔墨雨被我喷了一脸口水也不生气，反而笑得像只偷了鸡的黄鼠狼。商量完对策，宋菲菲和江浩言继续留在黑牢里把风，我和乔墨雨则是再次跑到了李瓦家。呜呜，阿姐，呜呜，是我没用。阿姐，如果你死了，我绝不独活。李瓦可真能哭啊！我走上前，重重的一掌拍在他肩膀上。别好了，我没有办法救你姐姐。李瓦抬头看到我们俩，吓了一大跳。他手忙脚乱，跳起身去抓一边的刀，剑眉倒竖，凶巴巴地质问我们：“你们俩竟然还敢跑出来！我要去告诉大祭司。”眼神倒是有点杀气，只是浓密的睫毛上还挂着泪呢。我一把拍开他的刀，转身就走，
算了算了，本来还想告诉你我们知道救你姐的办法，既然这样，我们还是回黑牢去吧。走了2步，没走动。我低头看去，才发现自己的双腿被李瓦抱住了。他仰起脸，可怜兮兮地看着我，真的吗？我读书少，你别骗我。李瓦个子很高，皮肤又黑，凑得近了我才发现，他其实年纪还很小，最多15、16岁，还是个半大孩子呢。算了算了，不逗他了，不然好像我们俩合伙欺负一小孩。当我把离魂症和百花蛊的事情说完以后，李瓦白着脸半天没说话。不可能，我从7岁开始学习蛊术，从来没听过有什么百花蛊。乔墨雨上前一把抓住了黎香的手，在李瓦紧张的眼神中割破他的食指，收了一碗底的血。你轻点，咋要这么多血？这得吃多少东西才能补回来呀？乔墨雨狠狠瞪了他一眼，李瓦这才捂住嘴不说话了，将一边茶壶里的水倒入碗中，那些血水果然如同油脂一样浮上水面。见李瓦瞪着眼睛不可置信的模样，我从怀里掏出一个鸡蛋，剥干净后在黎香脸上轻轻滚了一圈。原本洁白如玉的鸡蛋果然在顷刻间黑如墨炭，握在手中像拿了一块墨玉。啪！李瓦用力抽了自己一个耳光以后，跑到窗户边开始呕吐，吐得眼泪鼻涕呼了一脸。过了半晌，他才擦干净眼泪，走到我们面前，然后扑通一声对着我就跪下了。你如果能帮我姐姐解毒，我愿意认你为主，一辈子供你驱使。乔墨雨生气地叉着腰，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不选我呀？我一把推开他，扶起李瓦，当然是因为我有王者之气了，你懂个锤子，一边去。认主当然是不需要认主的。乔墨雨说百花蛊是世界上最难解的蛊，需要找到蛊王才能解毒。这其实是诓他的，要想解除百花蛊，在中蛊4天之内，将中蛊之人全身的血液全部换掉，就能解蛊。那蛊王被封印在一个山洞里，而洞门需要黑蛊族人亲自去才能打开，所以乔墨雨才扯了这么一个谎，目的就是骗李瓦上山，替我们打开洞门。天真无邪的李瓦就这么相信了乔墨雨，他收拾好东西，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依然在梳头的黎香，姐，你乖乖在家等我，我一定不会让你死的。看着他们姐弟情深的模样，我有些诧异，你们族这么不把女人当人看，你对你姐倒是挺好的。李瓦立刻涨红了脸，支支吾吾说道，村里就是这个规矩，只有那样说话，才不会被大家排挤。李瓦是个性子急的，收拾好东西立刻就要带我们出发。不过中了百香蛊的人，确实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。我和乔墨雨回黑牢去叫宋菲菲他们，和李瓦则是约定好在村头的老樟树下会合。你怎么在这？黎树一把将李瓦拉到身后，神情戒备地盯着我们。哼，阿瓦年纪小，你们骗得了他，却骗不过我。我在村里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听过有什么蛊王。我眼神都没给他一个，只转头看向李瓦，你姐姐还救不救了？李瓦马上哭着抱住黎树，树哥，你少说2句吧，我求你了。黎树顿时没了脾气，不过他还是坚持要跟我们一起上山去找蛊王。黎树和李瓦两人打小在山里长大，对地形比我们还要熟悉。为了救黎香，所有人都加快脚步，连夜赶路。走到一半，宋菲菲和江浩言吃不消了，刚坐下想休息一会，李瓦立刻蹲在他们边上，直勾勾地盯着他们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。宋菲菲被他看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李瓦，你在数什么？李瓦悠悠地叹气，语气中的哀怨快要溢出来了。你多休息1秒钟，我阿姐身体里就多一个百花蛊的蛊卵。20个、21个、22个。宋菲菲哀嚎一声从地上蹦起来，江浩言也白着脸慌忙站起身，我们赶路，马上赶路。一晚上，我真是被李瓦逼得水都没时间喝一口，大家憋着气一路狂奔，总算在第2天的下午到了传说中的崇山。这就是你们说的崇山？这是我们黑蛊族的禁地呀。黑蛊族管这崇山叫蛊山，说上面的毒虫和其他地方长得不一样，特别凶猛，毒性也更烈。他们族人要养蛊时，都会来这蛊山寻找毒虫。乔墨雨掏出罗盘，在山上溜了一圈以后，带着我们7弯8绕，来到了一棵大树前。卧槽，好大的黑阴木啊！我和乔墨雨围着这树两眼放光，宋菲菲狐疑地看着我们，你们咋不破这阵法？阵法？什么阵法？我仔细绕着树转了一圈，才发现这黑阴木居然是个幻象，是一个简易迷幻阵的阵眼。我和乔墨雨一起惭愧地低下了头，没想到啊，这么简陋的幻阵居然能同时骗过我们俩。肯定是我和乔墨雨待一起时间长了，智力都被他带低了。破完幻阵以后，黑阴木在眼前消失，乔墨雨心疼的都快哭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世间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假象？为什么？我恨。巨树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道巨大的石门，石门上雕满了各种各样的蛊虫，看起来和黑蛊村门口那块牌坊如出一辙。黎树和李瓦满眼惊叹地看着这石门，看样子他们却是对蛊王的事情一无所知。石门当中雕了一条头顶长角的巨蛇，蛇口大张，露出2颗尖利的獠牙。乔墨雨示意黎树将手指放到那尖牙下，黎树刚把手指放过去，那尖牙突然动了，只见那具蛇仿佛活过来一般，身体不断蠕动。随着它的蠕动，蛇嘴中间出现了一个1米高、半米宽左右的黑洞。
一股阴暗腐烂的味道从黑洞中飘出，闻之令人作呕。我们几人在洞口站了一会，直到那股味道消散一些了，乔墨雨才深吸一口气，进去吧。乔墨雨打头阵，江浩言紧随其后。我和宋菲菲也进洞里以后，黎树和李瓦才狼狈地钻了进来。让我十分意外的是，洞里竟然有光线。整个洞的形状像是一只细口花瓶，洞口细小，洞腹非常大，而光线正是从洞顶照下的。那一圈光柱照在山洞中央，越靠近光柱的地方越亮，而我们几人站的地方却是黑压压的一片，没有光照，根本看不清周边的东西。我从包里拿出手电筒，李瓦看到这东西十分羡慕。他们村子隐匿在深山老林中，与世隔绝，村里人很少外出，对于现代文明，黎树和李瓦显然有着12分的兴趣。轰！我们几人进洞以后，洞门上方落下一块巨石，将洞门再次封住了。李瓦他们有些慌乱，乔墨雨毫不在意地摆了摆手，没事的，看到巨石上的蛇眼睛了吗？想出去时把血抹在蛇眼上就行。刷刷刷刷刷，什么声音？我拿着手电筒朝声音来源处照去，一看之下，顿时头皮发麻。只见一群长着蛇头蝎尾的怪异生物，正吐着信子，快速朝我们爬来。卧槽，这是什么蛊？李瓦和黎树也吓了一跳，黎树惨白着脸，上前一步将我们拦在身后，你们快点跑，这蛊虫一看就是炼蛊失败的变异品，这种变异品凶猛异常，非常危险。李瓦，你躲什么？男子汉大丈夫，这种时候我们就应该……他话还没说完，我和乔墨雨、宋菲菲3人已经冲了出去。宋菲菲将一只油瓶直接扔进蛊虫堆里，我双手结印，燃起一张符纸，朝着油瓶用力射出。轰！火光四起，那些蛊虫立刻滋滋乱叫着，朝反方向潮水般退去。乔墨雨一个急刹车，堪堪停在火墙前，拍了拍手掌后，满脸自得：“变异蛊虫嘛，小意思啦。”黎树和李瓦看得一愣一愣的，尤其是黎树，吃惊的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李瓦则是满脸钦佩：“你们胆子可真大，是我见过胆子最大的女人。”山洞里传来一股焦香味，透过火光，我看到有一个巨大的黑影在远处一闪而过。乔墨雨也看到了，他兴奋地拿出探照灯绑在头顶，卧槽，好大的家伙，不知道是不是蛊王，快追！江浩言满脸紧张地跟在他后头，什么东西啊，你就追，你不要命啦！我和宋菲菲也立刻跟了上去。好家伙，乔墨雨追这么紧，肯定有啥好东西。随着乔墨雨的跑动，他头顶的光线一闪一闪，恍惚中，我看了一条巨大的黑色尾巴。跑了一会，乔墨雨猛然停住了脚步，我没刹住车，直接将他撞进了前方的石室里。没错，这遍地蛊虫的洞穴里，居然还有一间石室，而石室的石凳子上坐着一个蓝衣黑发的女人，苍白的皮肤，细长的眉眼，黑发如瀑垂在地上，整张脸上唯一的色彩就是唇上的一抹嫣红。这个女人美得甚至有几分妖异。看到我们，她站起身，淡淡一笑：“你们来了，坐吧。”我们几人面面相觑，谁都不敢走上前。乔墨雨之前说过，这洞穴已经封闭了整整1000年，封了1000年的洞，为什么会有个女人？她的身上没有妖气，也没有阴气，非妖非鬼，但是普通人总不能活上1000年吧？见我们都愣着没动，女人神情有些不满，她秀眉微蹙，眼神在黎树和李瓦身上多停了一会。说吧，黎秋为何放你们进洞？听到黎秋，黎树和李瓦愣了一下，李瓦更是挠了挠头。黎秋，黎秋，这名字我好像在哪里听过。啪！李瓦头上挨了重重的一巴掌。黎树瞪着眼睛，有些羞恼地看向那女人：“你这傻小子，老祖宗的名字怎么敢乱喊？”老祖宗！女人豁然站起身，死死地盯着我们。现在是天禧几年？天禧，宋真宗，北宋。当知道现在离北宋已经1000年以后，女人踉跄2步跌回凳子上。她呆了半晌，才撑着桌子站起身。1000年，竟然整整1000年了！哈哈哈，黎秋，你竟然关了我1000年！女人名叫黎嫣，和黎秋是同门师兄妹。2人自小跟着师傅一道学习蛊术，刚进师门时，黎秋还说自己是师兄，会多多照顾黎嫣的。但是后来，随着黎嫣出色的蛊术天赋逐渐展露，秋离对她的同门情谊也不复存在了。他们师傅每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谁说女子不如男？我看阿嫣就比这世上男子都要厉害。”黎秋，别看你长得高高壮壮的，和阿嫣比起来，你还是差远了。黎秋发了疯的嫉妒黎嫣，在师傅决定将自己的衣钵传给黎嫣时，他杀了师傅，并将黎嫣关进了这山洞里。可他没想到，黎嫣早就偷偷学会了师门的不传之秘——不老蛊。不老蛊是一种极为厉害的蛊术，学成以后便可长生不老，犹如仙人。我们几人都被这段离奇的故事听呆了。黎嫣说完以后，乔墨雨更是直接走到宋菲菲跟前，开始掏她衣兜。哎呀，别乱摸！你干嘛？乔墨雨从宋菲菲口袋里拿出一部卫星电话，十分狗腿地放到黎嫣身前。黎奶奶，请看 VCR。视频中播的是宋朝到现在的中国史，我瞄了一眼进度条，没有3小时看不完这视频。黎嫣一宋朝人哪见过这个呀？立马就被手机给吸引住了。
就像爱玩手机的7、8岁小孩般，眼神陷进去拔都拔不出来。见黎烟彻底被视频迷住了，乔墨雨开始拼命朝我使眼色。我们几人悄悄挪动脚步出了石室，等走远一点后，乔墨雨开始撒腿狂奔。黎叔哥俩有些丈二摸不着头脑，不过见我们跑了，他们也就跟着跑。我们几人飞快地跑到洞口以后，乔墨雨抓起李瓦的手就朝蛇崖上按，快，再快点！他神情焦急，动作也火急火燎，好像身后有恶狗在追赶。等我们几人全都出了洞，洞门再次被封死以后，乔墨雨才瘫坐在地上松了一口气。宋菲菲有些迷茫，她在乔墨雨身边坐下身，满脸的不解：“老乔，这是干啥呢？”乔墨雨擦了把脸上的汗，仰起头，惊魂未定地说道：“根本没有什么不老蛊术，黎烟就是那蛊王。黎秋当时杀了师傅以后，把黎烟和数千种毒物一起关进了这洞穴之中。黎烟被他为了训练蛊虫所用的秘药，在这洞中经过重重厮杀以后活了下来，自己也成为了蛊王。用人练蛊，简直闻所未闻。”我狐疑地看向乔墨雨：“你咋知道的这么多？”乔墨雨心虚地摸了摸鼻，从兜里掏出了一只金色的甲虫，这是花雨玲送我的探测蛊，能探测出对方蛊虫的等级。刚才一进内石室，这探测蛊就吓死了。花雨玲说过，这世界上最可怕的蛊就是人蛊，他们不但拥有蛊虫的身体，还拥有人类的智慧和思想，万一遇到了，有多远躲多远。我吃了一惊，黎烟不是人，是只蛊虫，难怪他身上虽然没有妖气阴气，但气势异常强大，和师尊给我的感觉有几分相似。这石门应该就是黎秋特意为黎烟设置的，只有自己的后人才能打开这个门。乔墨雨说完后，我们几人被这消息惊得半天回不过神。良久，宋菲菲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所以你给黎烟看手机，就是为了吸引她的注意？那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手机，用我的？”李瓦这时候也反应过来了，他跳起身，伸出手指就要放到那蛇牙上，幸亏江浩言眼疾手快抱住了他。“放开我呀！不是说蛊王才能救我阿姐吗？我要去找蛊王。”乔墨雨从兜里变戏法一样拿出一小绺黑色头发，这头发黝黑发亮，光滑如丝，一看就发质特别好。这么好的发质，我只在一个人身上看到过。我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，果然缺了一片头发。这杀千刀的狗东西！乔墨雨洋洋得意地举着头发，这是蛊王的头发，我趁他不注意剪的，用这头发烧成恢复下，再把你阿姐全身的血液换上一遍，百花蛊的毒自然就解了。李瓦立刻夺过头发，小心翼翼地收进兜里，然后头也不回地朝着山下狂奔而去。“树哥，我先去救我阿姐。”黎叔愣了一下，也迈开他的1.9米大长腿追了过去。等他们跑了以后，乔墨雨十分紧张地瞄了我一眼，我冷笑一声，拎起手中的桃木剑，大喝一声：“孽畜，看剑！”哎呀，卧槽，你还真打呀！我靠，江浩言，你就看着我挨打呀！乔墨雨抱头鼠窜，江浩言无奈地抱着双手站在一边，我只是个普通人，不会武功啊。宋菲菲和江浩言带着黎香下山换血去了，这种大手术得去大医院，黑谷族里可没这个条件。时间很快就到了黎香出嫁的这天，乔墨雨穿着黎香的嫁衣，盖着红盖头，由李瓦背着进了山神指定的山洞。我偷偷跟在后头，等宋钦的退伍退出以后，飞快地溜进了山洞。山洞四周燃着火把，乔墨雨披着红盖头躺在一张石床上。没多久，洞里果然进来了2个熟悉的人。只见大祭司背着一个沉重的木箱子，那箱子通体漆黑，一看就是用黑阴木做的。跟在大祭司身后的正是黑谷族的族长，也就是黎树他爹。大祭司打开黑阴木的箱子，里面的蛊虫全都像吃了兴奋剂一般疯狂涌出，朝着乔墨雨飞速爬去。族长看到这一幕以后，重重地叹了口气：“黎乌，我心里不太好受。阿香也是我看着长大的，眼下却要献祭给蛊虫了。”大祭司眼神复杂地看着静静躺在石床上的乔墨雨，也跟着叹了口气：“这批蛊虫是要给娃娃们认主的，他们才是我们黑谷族的下一代。黎香的牺牲是值得的，黑谷族不会忘记他为族人做的一切。”“咦！”大祭司惊讶地叫了一声，只见那些蛊虫爬到石床上以后，并没有像以往般朝新娘身上钻去，而是绕着新娘围成了一个圈，迟迟没虫子赶上前。“阿爹，你让我非常失望。”洞门口，李瓦和黎树沉着脸一前一后走了进来。“胡闹！”族长重重地一甩手臂：“黎树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”黎树痛心疾首地看着他爹，黑谷族的发展壮大，不应该踩在女人的尸骨上。“说得好！”乔墨雨一掀盖头坐起身，啪啪鼓掌，把大祭司和族长都吓了一跳。大祭司看到乔墨雨，脸色大变：“黎树，你敢带他进山神之洞？这可是族里的禁地。”族长也是异常愤怒：“黎树，山神之洞只有族长和大祭司才能进，你们俩快滚！”黎树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：“从今天开始，我将会是黑谷族的族长。爹，你年纪大了，就在家种种菜吧。李瓦会是我的大祭司，以后黑谷族的事情就和你们没有关系了。”大祭司都被气笑了，他转身朝着族长怒啊：“按照族里的规矩，擅闯禁地者死，你是要自己动手清理门户，还是我替你来？”唰！下一秒，大祭司人头落地，鲜血像喷泉一样溅起半米高。
李瓦擦了擦脸上的血，面无表情地看向黎树：“组长，您的上任仪式今晚就能举行。”谁都没有想到李瓦会突然动手。组长毕竟已经年纪大了，被李瓦和黎树一下，竟然直接瘫软在地。阿树，你，黎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从他脖子上摘下了一条项链。他将那象征着组长权力的项链戴在自己脖子上，盯着组长，一字一句说道：“阿爹，我说过，我不喜欢一个踩在女人尸骨上的黑骨族。我可以看不起女人，但是我不能一边看不起女人，一边吃女人的肉，喝女人的血。从今以后，黑骨族再无落花洞女。”我从角落里出来，蹲在乔墨雨身边，和他一起啪啪鼓掌。没看出来，黎树和李瓦做事情这么刚，尤其李瓦，一句话不说上来就是一刀，是个能成大事的。之前真是小看他了。百花蛊的方法历来只传给黑骨族的大祭司，大祭司一死，这秘法也就彻底失传了。接下来就是黑骨族的私事了。黎树和李瓦忙得脚不沾地，黎香也被宋菲菲和江浩言送回来了。李瓦送给我们一盒子颜色十分漂亮的蛊虫，说这些蛊虫养在家里，家里就不再会有苍蝇、蚊子、蟑螂这些东西。我和乔墨雨欣然收下了。下山路上，他还在不停念叨：“哎，我明明是来找蛊王的，结果蛊王没拿下，拿了一盒甲壳虫。”我假装大方地安慰他：“哎呀，看你心情不好，这样吧，我请你去樱花国玩，咱们去散散心怎么样？”乔墨雨半信半疑地看着我：“你会这么好心？”我马上拍着胸脯赌咒发誓，真的去散心。菲菲有个朋友在那儿举行了一个什么高档宴会，听说厨师都是从世界各地请去的。宋菲菲接收到我的眼神后，对着乔墨雨点点头。那档次82年的拉菲只能拿来漱口。听到有好吃的，乔墨雨眼睛立马就亮了。真的假的？我去的。什么时候出发？听起来不错，也带我一个吧。一道清冷的女声在我们身后响起，我和乔墨雨立刻像被点了穴道一般僵立当场。宋菲菲都快哭了，这声音怎么有些熟悉？我们几人像机器人般缓缓转过身，只见黎烟一袭青衫站在树下，对着我们嫣然一笑。